大家好啊，这是纽约二少爷。房贷利率啊，我们知道现在是在7%的高位徘徊，比几年前的定息按揭至少高出了3个百分点。那么这个巨大的差距是现有的房主不愿意放弃旧有的优惠，继续保留旧屋，造成了市场的供应减少。这种几十年来首次出现的锁定效应，使首次置业者没有太多选择，而且间接的推高了房价，扰乱了市场。纽约时报说啊，在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大多数屋主的房贷利率介乎7%到9%之间，但是之后随着网络经济衰退开始，那么利率下降，在金融海啸之后进一步跌落，不少屋主在过程中选择了重新贷款。那么很多的家庭呢，就在那个时候获得了3%的超低贷款利率。那么这种利率差距直接导致了房产市场的异常。那么联邦房屋金融管理局，也就是 FHFA 经济学家最新的研究显示啊，全美国每年通常售出大约500万套房屋，但是前年春季到去年年底利率上升的期间，全美国房屋的销售减少了大约130万套。另外，在1998年到2020年期间，从未有超过40%的房贷持有人的固定利率低于市场利率1个百分点以上。然而，在过去的2年，随着联邦储蓄系统为了对抗通胀，各种贷款的利率飙升，截至去年年底，大约70%的房贷持有人的利率比市场提供的新贷款利率足足低了3个百分点以上。由于利率从疫情低点上升的又快又急，大多数拥有房贷的屋主发现，现在如果出售自己的房屋，在财务上可能是愚蠢的行为。只要短期内不搬迁，比如不要为了更好的工作或更高的薪水而搬迁，也不要搬到较小或较大的住所，那么未来几年就可以继续享受原有的低息。然而，对于很多其他人来说，利率问题已经影响到了家庭的决策和整个房屋市场的运作，而且可能加剧对经济更广泛的挫败感。那么前年和去年啊，有抵押贷款屋主的流动率下降，没有抵押贷款的屋主或者租房者流动率却没有相应的下降。那么一切现象都不仅仅源于当今的高利率水准，就是说，美国从来没有遇到过像过去4年这样的情况。那么伊利诺伊大学的奥巴纳香槟分校的教授冯塞卡估计啊，如果人们将当前抵押贷款的剩余支付额换成当前利率较高的支付额，可能需要额外支付5万美元。那么享有低利率的屋主更不可能搬到附近薪资增长较快的地区，反映房地产问题会对劳工市场产生影响，阻碍企业招聘到适合的工人，或者阻碍薪资进一步上升。所以这些影响可能与2008年房地产市场崩溃后的情况相似。那么当年的负资产问题啊，将很多人困在他们想要离开的房屋里。但是今天的挑战正好相反，更持久，理由是低于3%的30年期房贷利率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出现。所以拜登已经注意到很多人对此感到不安。在发表国情咨文的时候，拜登直接对那些担心利率的人表示说，如果通胀持续下降，抵押贷款利率也会随之下降，并建议为新买家提供税务优惠。然而，对于不愿意出售的屋主来说，这笔优惠远远不及学者们估计的5万美金的差额。那么最新的一个消息很有意思啊，因为我们知道我是在纽约嘛，在纽约在法拉盛。那么纽约市议会呢，正式批准了皇后区 Willis Point 的改造计划。这个计划将为纽约市带来首个职业足球场。这种耗资7.8亿美元，可以容纳2.5万人的足球场，预计将于2027年开放。那么这座球场呢，将成为纽约市第一个专门用于职业足球的场馆。它是提供给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不是美式足球纽约市足球俱乐部 NYCFC 使用。
曾经在2021年获得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冠军的纽约市足球俱乐部，目前在纽约大都会队的花旗球场或者布朗市的洋基体育场进行主场比赛。那么新足球场将在花旗球场附近落成，邻居还包括美国网球公开赛的主办地，在 Billie Jean King 国家网球中心。除了足球场以外，该计划还包括在 Willis Point 重建一个23英亩的社区，将包括2500套经济适用房、一所新的公立小学、8万平方英尺的零售空间、一家酒店和一个公园等等。所以纽约市的官员表示这个计划将创造至少 1.5 万个就业机会。那么市政府官员还表示说，这个体育场将由纽约市足球俱乐部的所有者私人出资，其中包括了洋基队以及曼城足球俱乐部的老板曼苏尔·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但是纽约市的独立预算办公室得出的结论是，在纽约市足球俱乐部49年的租期内，那么纳税人要为这个体育场付出的实际成本可能为5.16亿元。实际上说，这个体育场的建成将会有很大的好处，对于周围的纽约市居民。最重要的是，对于华部纽约的法拉盛地区会是一个极大的利好的消息。谢谢大家。